当别人还在苦苦求生的时候，男人已经花光积蓄，盘下一栋废弃100年的老宅，并用1坤年时间亲自动手，将破败不堪的危房改造成数千万人心中的梦中情屋。随着外墙的装饰完成，汤姆随即在室内规划出了浴室和厨房的区域。之前拆除灶台时舍不得扔的旧砖块正好用来砌墙，他们先用砖块围成一圈，从而计算出所需砖块的数量。由于旧砖不够，汤姆只好开车到附近村庄寻觅求购。平日里看这些旧砖并不起眼，当需要用到时才发现旧的售价简直比新的还要贵。但为了达到风格上的统一，汤姆也只能咬牙付钱。随着面包车的底盘逐渐抬升，满满一车的砖块终于卸货完毕。不过在修葺之前，还要先将表面给清理干净，接着就可以把处理好的砖块搬到室内堆码整齐，利用激光水平仪在墙上画出标记线，而后再拧上木板作为墙体的参照。严谨的汤姆还要用绳子确定好高度，接着就可以按照准绳开始修葺。每当砖墙往上加高一层，准绳也需要随之往上引，这样才能确保砌出的墙体横平竖直。很快墙体就达到了天花板的高度，为了天花板看起来更加平整，还需要覆盖上一层胶合板。首先拧上方木作为龙骨，调整至水平之后直接用螺丝钉固定，然后再根据横梁之间的宽度将胶合板裁切成适合的大小，就可以嵌入横梁之间固定到龙骨上，让天花板变得平整美观。在将所有区域都密封完成之后，他们给每一块木板都写上编号，接着再把它们都拆卸下来，拿回工作室进行装饰。首先刷上一层白乳胶，再把橡木板材依次给粘贴上去，起到装饰的作用。为了防止木板变形，先用气钉枪固定好位置，然后再放上压板防止其翘边。等待彻底粘牢之后，表面还要进行一轮精细的打磨。完事之后再抹上一层防腐漆，原本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木板就变得纹理清晰光彩夺目。在重新安装上去之前，还要对横梁进行粉刷。为了使风格上达到统一，窗框也需要喷成同样的石墨灰。等待油漆干燥后，就可以将加工好的面板给安装上去。由于每一块木板都有编号，因此安装起来就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嵌入横梁之间调整好，再拧上螺丝钉固定即可。由于墙面并不是很平整，在安装护墙板之前，还要先进行精准测量，而后定上方木通过垫片将表面调整到同一水平。完事后才拿来胶合板给安装上去。为了能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，每一块木板都需要精准裁切，与横梁相交处还需要精准测量之后锯出相应的缺口。在将所有墙壁都覆盖好胶合板之后，他们再次将其给拆除，并拿回车间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装饰。在重新将墙板给安装上去之前，还需要先把地板给铺设好。由于酒窖是单独整体浇筑的，经过1年多时间沉降，可以看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高度差。于是他们先拿来水泥对这块区域进行找平处理。之前汤姆收购了一大批的木材，所以木地板他决定自己制作。于是先将板材拉到锯木厂，统一锯成符合地板的厚度，然后拿回到车间进行精加工。要用这种大板来铺设地板，在构图方面也是不小的挑战。只见汤姆先对每一块木板进行拍照，并测量出尺寸的大小，之后再根据它们的形状进行编排拼凑。由于每一块木板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就像是在拼一张没有说明书的拼图，一切都需要凭借自己的想象力。当图案最终敲定之后，再对根据尺寸木板进行裁编。完事之后就可以刷上胶水开始铺贴。由于图形之前已经设计好，现在只需要将它们重新组装好即可。为了防止木板翘起，上面还要压上许多的砖块。至于厨房的区域，则是选择贴上这种瓷砖，这样以后就能更方便的进行清理。由于木地板的表面存在着许多的裂痕，表面还要刷上一层环氧树脂，从而将地板之间的缝隙填满。
经过2天半的等待，当树枝彻底干燥之后，他们拿来大型打磨机，在光滑的地板上摩擦摩擦。这项工作看着就非常的解压。而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，只能通过砂轮机手动研磨。经过一遍又一遍的磨皮美颜，表层的环氧树枝被完全打磨干净，终于呈现出实木地板清晰的纹理。随着地板的铺设完成，他们继续拿来护墙板给安装上去。虽然现在还没达到入住条件，但是看着自己设计并亲自动手改造的房子正在一点点的变好，汤姆也感到非常的欣慰。